你拿着20万高薪，交着重税，拼命把现金砸向看得见摸得着的重资产，昂贵的投资房或拥有巨大厂房的制造业股票，觉得这很安全。但在真实资本世界里，这种实体资产价值带来的安全感正悄无声息地抽干你。上一集我们通过垃圾场和采石场的案例，透视了护城河体系中的第一道防线，基于物理隔离与法规限制的成本优势。今天我们将正式进入资本的深水区，拆解巴菲特的护城河中防御力最隐蔽也最暴力的核心支柱——无形资产，看看它到底是如何历经周期浴火重生的。认知颠覆一：历史倒影与巨头的挣扎。把时间倒回1971年，即便是股神巴菲特也曾因为看不懂无形资产而差点犯下他人生中最大的错误。那年加州有一家叫喜事糖果的家族企业要出售，这家公司的账面有形资产极低，只有区区800万美元，但卖方的要价却高达3000万。对满脑子买便宜货的巴菲特来说，花净资产3倍多去买，简直是疯了。他冷酷还价到2500万，哪怕交易黄掉也绝不妥协。如果不是查理芒格一语道破天机，巴菲特绝对会完美错过这辈子最暴利的一笔投资。芒格告诉他，喜事糖果卖的根本不是巧克力，而是加州人节假日送礼的面子和情感记忆。这种情绪价值就是极其强大的无形资产，它赋予了企业不受成本限制的绝对定价权。现实的数据有多震撼？到了2007年，喜事糖果在几乎不需要追加任何巨额资本投入的情况下，累计创造了超过10亿美元的税前利润。巴菲特当年那2500万美元的初始投资，后来的税前年复利回报率竟然高达骇人听闻的 328%。 原来账面上看似极贵的无形资产才是真正的便宜。认知颠覆二：戳破安全错觉。为什么巴菲特会发生这种脱胎换骨的转变？因为他曾经在看得见摸得着的有形资产上输得惨不忍睹。巴菲特早年买下的伯克希尔原本是庞大的纺织厂，为在价格战中活下来，管理层不得不每年把赚的钱重新砸进更先进的纺织机。结果20年苦苦挣扎后，账面价值 86.6 万的机器破产拍卖时，只能当废铁按每台26美元卖掉，连运费都不够。划重点，巴菲特曾极其痛心的总结，在重资产行业里，通货膨胀就像一条巨大的企业蛀虫。很多人不理解这句话。你想想，机器设备是会磨损折旧的，而通货膨胀会让购买新机器的成本越来越高。这意味着，不管企业主人的死活，这条蛀虫每天都在疯狂吞噬企业赚来的现金，赚来的利润根本无法装进股东的口袋，只能被迫填进永无止境的产能黑洞。设备多，厂房大，绝不是护城河，它是一台把你按在上面疯狂奔跑的死亡跑步机。而真正的无形资产就像是悬浮在物理世界之上的降维打击，每多生产一瓶糖水或一行代码，它的边际成本几乎递减为0，而它却能毫无顾忌地跟着通胀每年涨价。逻辑拆解与穿插板块，给普通投资者的量化武器。既然无形资产这么赚钱，作为普通投资者，我们该如何戴上量化透视镜，在复杂的财报里精准识别它？结合我们的护城河量化筛选和分析系统来扫描跨市场标的，我为你重新梳理了4个截然不同的财务透视维度和5条实战交易指令。启示1：透视定价权，寻找毛利率刚性。当你看到一家公司在通胀时期能毫无顾忌的涨价，且毛利率不仅高而且极其稳定，立刻加入观察室。不要听管理层画大饼，直接看利润表，去拉取过去10年40个季度的销售毛利率的变异系数。真正的品牌无形资产，其毛利率不仅极高，而且穿越牛熊波动极小。代表标的：美股的可口可乐与 A 股的贵州茅台。茅台凭借不可复制的微生态与深厚的国酒心智，实现了常年维持在 90.45% 至 92% 之间的惊人毛利率。而可口可乐凭着100年神秘配方，维持着极高的毛利。他们卖的是糖水和酒精吗？不，他们卖的是印在消费者大脑皮层里的无形烙印。这就叫降维打击的定价权。启示2：透视资本消耗，寻找坐地收钱的数字收费站。
当你看到一家公司利润极高，且资本支出占经营现金流比例极低时，重仓关注。去查现金流量表，看它的资本支出。如果一家公司不需要花钱买重型机器，就能疯狂赚钱，那就是极品。代表标的有美股的 Visa。Visa 构筑了全球支付体系底层的信用协议无形资产，它本质上是个不承担信贷风险的数字收费站。在通胀周期中，只要商品价格上涨，它按比例抽成的绝对金额就会自动增加。它的资本支出极低，赚来的钱几乎全部转化为纯粹的自由现金流，是抵御通胀的完美避风港。划重点，任何一家需要不断耗费巨资更新设备，才能勉强维持其竞争力的公司，注定无法成为股东长期的印钞机。启示3：透视经营杠杆，寻找利润剪刀差，生态巨兽。当你发现一家公司的新增收入增速长期跑赢销售与管理费用增速时，大胆估值。代表标的港股的腾讯控股。腾讯的微信生态圈是底层代码与社交沉淀构成的巨大无形资产。量化系统通过经营杠杆弹性扫描发现，一旦它的服务器集群和生态底座搭建完毕，多出来的一个新用户，或者视频号里多播放的一条广告，其新增边际成本无限趋近于零。这种收入与费用的剪刀差，会让它的真实净利率稳步攀升。看懂了这种无形生态，你才能看懂港股真正的价值核弹。启示4：透视真实怀抱，重构高科技财报的投资资本回报率。当你看到科技巨头砸下几百亿研发时，不要被账面利润欺骗，用量化模型还原它的真实资产。现行的 GAAP 财务准则有个致命缺陷，它强制把公司巨额的研发支出在当年全部当作费用扣除，这会让高科技公司的账面资产被严重低估，市盈率显得极高。代表标的美股的微软。微软每年在 AI 基础设施和研发上投入数百亿美元，如果按传统眼光看，当期成本极高，但聪明的量化机构会引入直线折旧重构模型，把这些研发费用资本化。因为微软砸钱烧出来的不是一次性消耗品，而是不可替代的操作系统和云服务无形资产。重构之后，你会发现微软真实的调整 ROIC 常年稳超 15% 的卓越水平。它不是在烧钱，它是在加固垄断全球的数字长城。划重点，好生意绝不等于好买卖。如果没有安全边际的保护，再卓越的无形资产在100倍市盈率面前也会变成摧毁本金的绞肉机。启示5：好公司必须配上安全边际，永远不要在高估值泡沫期无脑追高无形资产。护城河评级与估值安全边际的双轴矩阵模型告诉我们，高品质绝不等于好买卖。聪明的猎手只会像考拉一样蛰伏，等待宏观恐慌或大盘崩盘。当茅台、Visa、微软这些复利机器的股价跌入以安全边际折价 30% 以上的黄金配置区时，再果断重仓买入，这才是赚大钱的底牌。下集悬念，今天我们透视了无形资产的暴利逻辑，教你避开了重资产的死亡跑步机，也告诉你如何用量化指标找出茅台、腾讯、微软和 Visa 这样的顶级印钞机。但是有一件事我们还没回答，假设硅谷突然冲进来一个身价轻易的风投疯子，他做出了比微软更好用、比微信速度更快的产品，甚至宣布前5年完全免费，倒贴钱给客户用。在这样倒贴钱的资本大屠杀面前，光靠你那点品牌知名度或一纸专利，真的扛得住吗？当品牌城墙被野蛮资本轰开，保住命脉的是把客户与企业焊死的无形手铐。下集我们将拆解帕特多尔西理论剩下的2大护城河：转换成本与网络效应，看看那些让客户想换换不起、不用不行的终极印钞机。点赞、订阅、开启小铃铛，我们下期见。声明：本视频提及的任何股票代码仅用于商业案例拆解和投资逻辑演示，不构成买卖推荐，请注意金融市场风险。